他是一个奇怪的大叔，走在哪里都被人看不起，买东西都会遭到无理的谩骂。可没人能想到他有多暴力，你看他拳头上的老茧，就知道是个狠人。奇怪的是，面对无理的谩骂，他却从不理会，只是低头挑选东西。他独自生活，从不与人交流，街坊邻居都讨厌他，背后叫他当铺鬼。更奇怪的是他的第六感，他住在破旧的鬼楼，每次回去都是漆黑的一片，但只要他进去，就能感觉到里面是否有异常。黑暗中出来个小女孩，她叫小米，这是唯一一个喜欢跟她说话的人，而且还经常在大叔这里蹭吃蹭喝，诉说她的心事和烦恼。大叔也是乐在其中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应着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是小米的母亲。可小米不想见到她的妈妈，赶紧躲在了桌子底下，还让大叔帮忙掩护。原来小米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，她从小就没有父亲，而母亲常年混迹在罪恶的边缘，是一名脱衣女郎，私生活混乱，还是个瘾君子。可怜的小米就一直活在恐惧与孤独中，她渴望父爱和陪伴。有一天，他被欺负，警察问他父母在哪，他指向前面的大叔，想求大叔帮忙解围，但大叔扭头走开了。晚上受伤的小米看到大叔，流下了眼泪，依然跟大叔说： 아저씨까지 미워하면 내가 좋아하는 사람 한 개도 없어. 그 생각하면 여기가 막 아파요. 大叔心里五味杂陈，被深深的刺痛，呆呆地看着离去的小米，不由得黯然泪目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也许只剩小米才给他带来了一丝阳光，但没想到这一走差点成了最后的离别。小米哭泣着回到家，打开门就看到一个叫封腾的男人正在折磨着母亲，他用滚烫的吹风机贴在他腿上，大腿被烫得血肉模糊。那残忍的一幕让小米不知所措，原来这帮人是当地凶残的毒贩，小米母亲偷了他们的货，他们是来找货的。经不住折磨，他交代了货的位置，原来他把货藏在相机包，扔给了大叔。于是大叔刚回家就看到了两混混，黄毛拿出刀威胁大叔交出东西，没想到大叔乖乖的掏出钱包，想着息事宁人，可黄毛哈哈的笑了。 아, 나 이 씨발 누굴 동네 양아치로 하나. 太快了，黄毛被吓傻了。后面的胖子还不信邪，想在黄毛面前体现下他雄壮的身躯，结果伴随着窗户砸开的声音，胖子也倒地成河。楼下听到动静的分腾杀手赶了上来，看到大叔那无所畏惧的眼神，就确认此人肯定不是个普通人。随后将手中的电话交给大叔，这时分腾已绑了小米母女，以此威胁交出他们的东西。大叔不得不把寄存的相机包丢给他们，隔开相机包，果真里面夹着东西，就是他们丢失的货。随后杀手却丢下一部手机走了。凶残的分腾虽然拿到了东西，还是带走了小米母女。反应过来的大叔赶紧追了上去，小米拼命地喊着大叔，车越跑越远，最终还是没能追上，眼睁睁地看着小米母女就这样被带走了。第二天，分腾兄弟以小米母女的性命威胁大叔给他们送货，为了小米的安危，他没得选择，只能照做，开着分腾指定的车辆赶紧出发。但他没想到，这却是分腾兄弟的又一个阴谋。大叔开车来到指定的收货点，接货的是分腾兄弟的老板。不容多想，大叔交出货，并要求老板按约定放了小米母女。结果老板一脸懵，正在纳闷这人究竟是干啥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突然响起了警笛声，警察是分腾兄弟叫来的。原来他们想灭掉老板自己上位，这个圈套可以同时除掉两个人。大叔只是个替死鬼，老板一看形势不妙，也顾不上管眼前这个邋遢的男人了，赶紧开车逃跑。大叔驱车拼死拦截，两车撞在了一起，车子坏了，大叔的车后备箱也被撞开了。当大叔下车上前抓老板，不经意看到了后备箱的东西，瞬间愣住了。